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重温悠闲生活，看到杨紫和肖战在吻戏中一直很在意，肖战脸上还有口红印。余生请多指教播出4个多月，播出认可度明显下降，借助梦花录光明等名剧反超星幸福万家等。这完全是日常，即使在著名的电影和电视剧中，也不断有这样的一天。虽然识别已经用完了，但还是有几个坚定不移的恋人在看显示器，也有几个人也好奇5、6个或者80个。每把刷子都有专属的感觉，或者说是专属的新发现。杨紫肖战拍吻戏，肖战脸上留下明显口红印。剧中有这样的糖果和家喻户晓的场景，那就是顾威和林知晓扮演宝丽来，展现了情侣之间的糖果之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两个有一个吻戏，现在的路径不再是嘴巴，而是脸颊。顾威主动亲了亲林志霄的脸颊，林志霄又亲了亲顾威的脸颊。重温这张图，又有新的发现。也就是杨紫变身拍肖战的脸颊亲吻，虽然变成了秒数，但杨紫在亲吻中却变得很在意，力量也变得相当大，看得很投入，很认真。负责任的，你为什么这么断言？改成是因为当时肖战脸上有明显的口红痕迹，脸颊已经明显红了。这个口红印花是剧中肖战和杨紫的糖果秒，可以看出当时杨紫在剧中改成的戏外颇受关注。她真的把肖战当成她的男朋友，毫不客气地吻了他。大嘴巴，有声音，现在不再说，口红在线还算成功。这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对夫妻吗？这个口红印就说明杨紫和肖战相处的恰到好处，拍这个戏一点也不害羞。我记得当他们两个被采访到关于接吻的话题时，肖战立刻说是为了戏剧效果而改成的。他们都是专业演员，没有什么可害羞的，他们都是假的。杨紫表示，之前的一切都变得有点害羞，后来被给了更好。这个口红印记是一个很好的磨合的证明，它被称为一个整洁的吻，这已经成为戏剧中的传统。第2个，请多指教余生吻戏多，肖战杨紫关注度肯定更大。拜托，余生中的吻戏真的很多，是肖战出道时唯一借助肖战拍的吻戏最多的一部。至于杨紫，更是和其他电视剧不相上下。在每个吻戏中，他们每个人都有100票。作为扮演一对糖果小狗 CP 的演员，他们必须绝对关注代入感，才能让目标市场轻松观察并展示他们的专业精神。如果吻戏太生硬，之前的一切看起来都只是表演，目标市场现在不再喜欢这种为表演而表演的感觉。当然，虽然吻戏很多，但并不总是油腻腻的。有网友剪辑了肖战杨紫剧中的所有吻戏，每个吻戏的规模并不总是很大，有的只是暂时的亲吻，有的是10秒以上的旋转深吻，有的是10秒以上的亲吻。不要动。总之，比起其他影视剧中的吻戏，算是考虑到了一大块优质能量，适合全家人一起看，又不至于尴尬，适合儿童。以影视剧中的接吻戏为榜样，不要用繁杂的接吻戏码和手法来吸引眼球。由于情绪已经到位，因此尺寸经常会很有效，而且更加逼真。有人把肖战和杨紫在余生中的吻戏称为吻戏教科书，借助不同的影视剧，确实值得模仿。02，杨紫和成毅的沉香穗汇报吗？锻炼最大的历史木偶剧，主要完全基于爱和爱。其实任何一部电视剧，只要勾搭了主角，把故事讲得恰到好处，目标市场就可能有追求的偏好。那么，杨紫、成毅主演的《沉香4渣》汇报吗？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多方面来观察它。首先，在《沉香如粉》中，杨紫现在确实没有让目标市场失望，每个人的演技和特点都一如往常。显示器内的主角非常精确。不过也有部分观众认为男主借助成毅表演，一般来说原用自己的声音会更合适。男主表面上冷若冰霜，其实基本上就是腹黑，各种微表情和眼神都在潜移默化之中。你可以一心一意地感觉到成毅在准确地表达角色上多半是投入了很多心血，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完全相反。
其次，沉香如粉的剧情本质上是比较邋遢的，但本质上却是杨紫和程毅这2位真正年轻的演员，他们的实力和演技本质上只是靠实力和演技扛起了该剧的收视率，基本上是大陆。剧中的特效也普遍不错，实际上可以看出剧组在这方面总体上是下了不少功夫的，这确实是相当可观的。恶魔之间的战斗场面简直就是大场面的真实体现，或者他们特别想。剧中杨紫饰演的女主颜丹大多出人意料，绝对是大势所趋。杨紫用娴熟的演技将角色的特点和风格凸显出来，一心一意地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很多观众开始特意认为这部剧主要是在配衬男主，结果真正看到的时候发现，漂亮的女主大多比男主更出彩，更有个性，哪一种相当重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曾经以说个英雄，一般是英雄的女主角身份居多的后起之秀杨超越，成为了这部剧最受关注的人物，意义重大。除了雷春这个有好性格的客观条件之外，杨超越的那种自身实力也确实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一是她美丽的容颜，二是她的出色表现。沉香就像面包蟹一样，就像很多电视剧一样，无论出于何种意图和目的，这都是相当重要的。大体上讲了其实值得关注的点，现在我肯定会以一种主要的方式讲节目的不足之处。大致有3个要点，或者他们是这样认为的。第一，剧中有些演员为了一心一意，脸色非常僵硬，没有 CP 感，身体肯定是僵硬的，尤其是戏很牵强，不是很内涵。其次，剧中道具有点不到位。作为一部真正的童话剧，工作人员不愿意从根本上添加干冰或类似物的特效，这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提升仙境的气氛。第三，剧情本质上和以前特别古老的木偶基本上是童话差不多，真的是挺有意义的。比如香蜜和琉璃特别描写了男主8荒6界最美的男人，性格冷酷，尤其女主大多是吵闹，有点傻又甜，但男主真的很喜欢女主，然后居然有一个永恒的爱情，坠入爱河本质上是自相残杀，还专门疯狂地撒上玻璃糖，这绝对是相当有意义的。简而言之，大部分故事过于相似，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巧合。说实话，无论是青簪之行还是沉香如面包蟹，演员们都非常专注于完成自己的作品，哪一种是公平的？重要的。杨紫作为一个相当有名的演员，一般都认真地完成了拍摄和配音。她基本上说她肯定非常喜欢以微妙的方式行事，哪怕她一开始就被3章公约约束了，但在她入戏的那一刻，这些现象大部分肯定不复存在了，或者说完全不存在了。意图和目的思想。综上所述，沉香泪如碎屑的可能性仍有60%，与大众的看法相反。涅槃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特别要做得更好，这绝对是相当重要的。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